都记住了吗？记住了，陛下。学会了就好。我在天宫坊仿制的材料基础上添加了一些新的东西，给你做了一副新的躯体。你原来的身体总是会有响声吧？我说你这段时间闭关是做什么去了？原来是这个。多谢陛下。不必多礼，你对旭香来说是姐姐，对我和兰儿他们来讲也是如同女儿一样。快试一下这具躯体合不合身吧。感觉怎么样？啊，很不可思议，我感觉自己充满了力量。我在这具躯体上使用了我新开发出来的微雕符文技术。陛下，那是什么？此事说来话长，仙界发现了一些奇怪的傀儡，它们是用新型基本粒子制作成的。我将符文雕刻在这些基本粒子上，让符文体系的威能翻了个几10倍。想在基本粒子上进行微雕并不容易，只是操控基本粒子尚且需要千年万年的时间。陛下居然能在上面进行微雕，好厉害！东皇太一留下的神纹结构图也给了我灵感。我多番试验，终于找到了一个合适的符文体系，将其雕刻在基本粒子上。这种技术其实不只可以用于制作傀儡，还能被应用到仙界的战舰和要塞上去，可以说是相当泛用的技术了。我将这项技术称为精装激光雕刻机基本粒子微雕符文技术。好好学习，等你将此道融会贯通后，必将一跃成为鬼界3尊之中最强的尊者。到时候什么天才鬼尊薛灵，你可以好好煞一煞他的风头。哇！我还以为陛下特地来到六道轮回之所，所谓何事？原来是为了那个。参见陛下、娘娘。还有，陛下若是要折我风头，直接下令便是。薛灵自当遵守，自在名头。偷听领导讲话，灵尊，你这可有些没眼力劲儿了。你不是也闲着没得事，在这里研究什么新技术？这技术除了用在军事设备上，对你筑基有什么好处吗？要你管！等我将这门技术研究透了，将基本粒子微雕技术直接作用在物质生灵身上，一定能实现真气到真元的转化，成功筑基。哎，行了行了，陛下您开心就好。我来这儿是有正事，罗仙帝的使者下来了，他有急事儿，请您去中原仙界一趟。师祖，救！活得挺滋润啊，这种事你叫谁来都救不了你。人到中年不得已，保温杯里泡枸杞啊。枸杞难挡岁月催，还得往里加当归。说正事。那些傀儡军团已经在意识领域缝隙附近，以极快的速度建立起了要塞，扫荡他们所遇到的一切石魔。前往探听情报的小队里，有2个分裂了石魔分身的仙人，不幸遭到了傀儡军团的攻击，如今已经殉职了。是他们的石魔分身被消灭了，还是本体连同石魔都被消灭了？一开始，那些傀儡只攻击了他们的石魔分身，但是后来他们发现，那2人只要肉身魂魄没有毁灭，那么石魔分身无论被毁灭多少次，也能在他们的识海中复生。在本体没有出世的情况下，傀儡们收集意念之力和概念的灯笼对石魔分身也无用，于是傀儡们就出手，把他们2个都给杀掉了。剩下的人呢？都被傀儡抓了起来，只有一个精通遁术的仙人，在最后关头逃了出来，将消息带给了我们。那群傀儡似乎在准备将俘虏们转移到意识屏障对岸的世界去关押。正好，我本来也打算亲自过去看一看，那个傀儡文明的社会形态究竟是个什么样子的。另外，我最近捣鼓了一点新的东西出来，已经送到收藏阁那边了。你看什么时候有时间，组织天宫坊的仙将们学习一下，把那些新技术给运用到舰船和要塞制造上面去。是。睡没睡下，有这功夫午睡也不去修炼。我看你好像很闲的样子，既然如此，你就陪我走一趟吧。去哪儿？师尊，你为啥非要把我拉来啊？这种隐秘行动不是人越少越好吗？少废话，让你在家里混吃等死做米虫，不如跟我出来运动运动，消耗一点你储存的脂肪和能量。
不然你的修为什么时候能有点长进？什么脂肪啊，我这是灵魂。别嚷嚷，要冲了，把头埋低一点。师尊，这是虚空河，而且是原汁原味，没被天道和意识领域沾染过的。可是无论是意识领域还是大道法则，代表的不都是一种进步吗？无论好坏，他们至少把无数的世界都串联到了一起。我也没否认他们的用处，只是感慨一下。而且既然能发展出那样的傀儡文明，就说明这边的世界肯定也处在一个庞大势力的统一监管之下。只不过他们使用的方式和天道意志以及失落文明不同，所以我们如今没有发现罢了。那我们现在要去哪里去找被抓起来的仙人们？老办法，先找一个傀儡文明治下的世界，潜伏进去看看再说。年轻人，我看你骨骼清奇，是个筑基奇才。每周3、周5上午10点传授独家秘籍，别逼我跪下来求你！看着万家灯火，没有一盏属于我。我来自丛丛夜色，我藏在哪个角落？别问我究竟为何，我天生主角命格，所以在看不见时，我做我自己。神佛，深海的深海之外，主宰着或被主宰。如果你感到奇怪，因为你走错时代，被钢筋水泥覆盖。谁听过他们自白 ？When my power will go back。有龙露出尾巴来，收起獠牙小乖乖，狐妖就为打节拍，施法术不停摇摆。开场前点个外卖，这是我的舞台。